画立圆，前蓬，根部，合手，握拳领膝，成。第3式懒扎衣，收送，画立圆。哇，李若彤，我的天，我女神！哈哈。哦，翻掌画圆，小龙女啊，坐胯下沉，对，每天2场直播。第4式右6风4臂，每天2场，早上9点半，晚上的7点半。咱们大家愿意跟老师学习的，咱左上角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每天跟着老师一起从基本功缠丝开始学习。根部下按，欲左先右抱球画立圆。那么我现在带着大家，咱走的是口令版的先带练，大家先看一下，然后待会儿给大家每个动作详细版的去教大家。先带一下咱们今天晚上所学的所有的内容。打开下沉。第6式搬蓝锤，接手，左移马步横打，画圆相合，右移马步横打。第7式护心拳，画圆拎腕，送出坐胯下沉。第8式白鹤亮翅，展翅打开。第9式斜行奥步，左开右合，领右膝下沉，推掌，左手过膝领钩，推掌右转拉开，坐胯下沉。好，同学们，这是咱们今天晚上所学习的从第1式到第9式的斜行奥步啊。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老师打完这9式以后，有没有感受到刚柔相济的气场？是不是跟大家在公园里看到的那种慢悠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前9式打出来有武术功底的？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在公屏上扣上一个小1，我看一下。同学们，咱们要记住一句话：学太极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的老师。俗话说，选择大于努力。学太极也是一样的，因为选择一个好的老师啊，就决定了你最后学习的成果。因为我们在学习太极的过程中，是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除了要付出努力，还要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物质成本。所以大家觉得老师这个武术冠军怎么样？大家认不认可我？咱认可的在公屏上打上一个认可，愿意长期跟你学习太极拳的，咱直接左上角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每天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那么接下来我把动作一招一式的给大家去拆开揉碎了去教大家，让每个刚来的新同学完全不会了零基础的同学们都能够跟着老师几节课过后能够跟上学会。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正式来学习，保持身体的立身中正，助力收。好，第1式叫起式，坐胯屈膝，臀部向后去做，领左脚向左横开1步，脚尖、脚掌、脚跟，好，缓慢落地，重心呢缓缓的沉于2腿之间。合肩，2手来到大腿的正前方，以身领手，画圆上捧。好，左手咱们向上去捧的时候，大家看到没？双手像氢气球一样，轻轻的飘上去，这种感觉，手一定是轻轻的飘上去，不要去领肩。很多同学节贯通都理解成肩带肘，肘带手这么去领的。没有问题啊，1961同学，老师在河南，
交坐，云台古镇。好，来，咱们起势并没有那么复杂，我先给大家去说一下啊，起势并不复杂，因为啊有一句话，太极拳论中有一句话叫说，起势无事便是万事之根。那么为什么是万事之根呢？因为只有你起势练好了，你后面的所有的招式动作都是随着你练起势的这个感觉去练的，所以它非常的重要。所以把起势练好了，咱们后面再学招式动作就是事半功倍。那么咱们的前9式打好了，那么更是事半功倍中的事半功倍。所以我们在把前9式练好了以后啊，有转身跳，有开步，有横开步，有前开步，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前9式，里面包含的比较多的步法、前进、左顾右盼和中定。所以大家能够把这前9式掌握住的话，咱后面的动作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学会的。老师可以帮，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老师为什么给大家咱是非镜像的同学们，刚来的大家肯定有点不太习惯，先给大家说一下，我的直播间是一个非镜像的教学直播间，所以呢，我正面会教大家，背面也会教大家。正面呢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到我手上的运动，腰怎么去转，手怎么去领，看到没？重心往哪边去移动。背面呢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能跟着老师来比划也好，从比划到能跟上我练习，好不好？来开始啊！我把起势给大家分成了3步啊，总结成3步，非常简单，大家只要练会这3步就已经掌握了起势了，就这么简单。在我的直播间全部复杂的简单化。坐胯屈膝，第1步。臀部向后去做，五指轻轻抓地。第2步，抬脚开步，横开1步，脚尖、脚掌、脚跟依次缓慢落地。第3，合肩，起手由左向右，再向左向上，轻轻的飘起，这是起势。是不是非常简单？以身去领手，画力圆，腰带动手臂。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在走的过程都是腰没有在动，就是手臂光2个胳膊在前面抡来抡去画个圆。那么整个动作在练的过程中，就是大家说，哎，怎么感觉没有太极的韵味出来？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动，以腰去带动手臂的时候，这个动作就练活了，看到没？哇，这个动作就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差别所在。来，跟老师咱们再来一遍，然后我展示一下背面，因为咱起势的话，它不复杂，是个原地的，所以大家其实正面是可以看得懂的。那么背面大家想要的，我也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好不好？坐胯屈膝，如果你要想打人的话，你可以去学搏击嘛。那咱太极拳是可以实战的。那首先你要先把你的脚下练下，脚下生根，练出生根，再去练实战推手。合肩，以身领手，画圆，上蓬，双掌轻轻的向上托掌。好，这是咱的起势。来，哥哥姐姐们想要背面的，我带着大家咱们也走一下背面的啊。坐胯屈膝，臀部向后去做，领左脚向左横开1步，脚尖、脚掌、脚跟依次缓慢落地。第3步，合肩，以身领手，由左向右，再向左转腰，双掌向上横出。好，这是咱的起势画圆，看到没？起势其实关键点在于哪？关键点就在于画圆，如何去画好这个圆，让它变得流畅，变得松弛，变得放松。那么其实啊，就是4个字儿，大家只要记住这4个字，就能够把起势练好，叫以身领手。同学们，把以身领手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大家去记一下。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如何去带的？用腰嘛，对不对？以身去带动你的手臂去画圆，这个动作就生动了，就活了。好，来跟着我把咱的以身领手结合到动作当中，咱们来一遍。
坐胯屈膝，领左脚向左横开一步，脚尖、脚掌、脚跟依次缓慢落地，重心不移，合肩。好，以身领手转腰，画圆。好，再转腰向上，重心不移动，向上捧出。好，看到没？左手的掌心朝外，右手的掌心朝上，这是咱的标准的起势。好，感谢我姚哥送了一束鲜花啊！感谢行者送的你最好看。来，大家跟着老师，咱把起势听明白的，咱们在公屏上打上个明白2个字儿，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解锁咱的新的招式动作，叫右金刚倒堆。我助理呢？右啥？卡顿了。老师说话不要带标点符号吗？好，非常棒。咱们接着往下。对，右金刚倒堆。那老师啊，是不是大水杯少不了啊？是不是？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旋腕。好，咱们在旋腕的时候看到没？整个动作都是在走一个圆，细节上大家再去看一下。我们双手，左手是高于右手，因为左手的掌根是与肩同高，也不能过高，它只能与肩同高，也不能过低。所以呢，咱的右手向上去托的时候是与你的左胸口这一块基本是齐平的，它不能跟2个手搭在一块，它只有在画圆的时候把右手微微的好向上接住左手，旋腕平捋。但是咱旋腕的时候是走一个小小的弧度，由上到平，而不是由上到下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啊，不要理解错了。所以咱们在走的时候，它是走一个弧，但不能从上捋下来了，不能下来，它是走一个什么？向左上方走一个上弧线。好，把手继续搭平，平着捋，转腰，同时摆脚，一定要慢啊，同学们，咱们在转腰的时候一定要慢，不要画完了以后哗一下就转过来了。看到没？这个膝盖是不是就出现一个扣膝的现象了？整个身体在快的过程中，你把腿就带过来了，无形中的带过来了，那你的膝关节为什么会出现不适？疼痛？为啥？因为你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一些小问题，大家没有注意到，你忽略了一些小问题。那么就这些小小的问题，日积月累的下来，你的膝盖是受不了的。有啊，有啊。好，第一步，把右掌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走上弧，画一个圆，小小的弧度，转腰平捋。好，转过来以后，右腰啊，咱转到右边的50、60度就可以，不要转多。重心向右移动，左脚跟的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拉开，双手走后弧线，向前向后。刚开始跟着老师咱走基本功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就运用到了？走下弧线，右手停在右大腿的斜上方，重心向左移动，摆正左脚，跟步去合手，蹬的是左脚，合的是右手，握拳领膝，按左掌在小腹，左掌上翻下沉，放松。只有你周身放松，这个劲儿才能够沉到脚底，松肩松腹，从而气沉丹田。什么叫松肩松腹？在向上去领的时候，肩膀放松，好，小腹放松下，这个气，这个劲儿就沉到脚底了，脚下生根的劲儿就有了，而不是大家去跺。这种劲跺下来毫无意义。大家脚疼不疼？很疼，我踩在地毯上我脚都疼。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去用力的去跺脚，而是周身的放松，让它自然的向下去沉去砸，这种感觉。领沉。那么
给大家去说一下上下要不要对拉，要的啊。这位半山同学其实说的感觉很对啊，上下对拉其实就是说的啥？我给大家理解一下，我给大家去说一下，咱们大家去好理解什么叫做对拉。我们在上下对拉的时候，包括你的白鹤亮翅，或者是咱的这个动作，或者是咱的起势等等这些的向上对拉的这种感觉，大家一定要找的什么感觉？不是你的头使劲向上去领，重心使劲把你的整个脊柱给它抻拉起来这种感觉，不要用劲儿。咱要找的感觉是你的头顶像有一根线一样向上去领，这种感觉轻轻的向上去领。练意不练力，同学们要记住这句话。向下去沉的时候，五指轻轻抓地，重心微偏脚跟像吸盘一样吸在地上，那么这就叫一个向下去沉，向上去领，虚领顶劲，气沉丹田，脚下生根，这就是咱所说的一个上下对拉的感觉。不要硬去拔自己啊，同学们不要硬去拔。来，再来一遍。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左右有点分不过来的同学们，可能是刚来不太习惯，画一个小弧线，转腰。我90后啊，摆脚，重心向右移动，左脚跟的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左斜前方45度角开，右转腰走下弧线，重心向前移动。画圆，向右膝找右脚，转腰拨开。好，走下弧线，右手呢停在右大腿斜上方，重心向左移动，左手前捧，摆正左脚，蹬左腿，根部合手，合的是右手，蹬的是左腿，咱跟的是右脚，合的是右手，握拳，领膝。翻掌沉，放松，记住一个字儿，沉，沉下来的感觉啊，这种感觉像什么？周身自然放松的力向下去沉砸，就像咱大家去锤那个锤子，大锤子是不是？去锤东西的时候，你在带它的时候，本身它自己的力是很重、很有分量的，这个锤子很大，它很有分量，所以它锤下去的一瞬间是它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说你锤着它这种感觉，你才多大的力气，是不是？那么是根据它自身那个力量向下去锤去砸，咱们的感觉找的就是这种的感觉，像锤子一样自然的，你放松，好，沉下来，它咚的一声很重。好，来跟着老师咱们背面也学习一下啊，同学们，刚才有同学还有说老师咱的左右有点分不过来，因为咱是非镜像的教学直播间啊，非镜像的不是镜像。好，来我正面教完大家，然后背面大家跟着老师咱们也可以比划一下，可能背面对大家来说可能更好跟一些，咱们能跟的都跟上。右掌向上托，画弧平捋，转腰摆脚，重心向右移，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下沉，双手走后弧，向前捧转腰，向后捋转腰，走下弧线，右手呢停在大腿的斜上方，重心前移，左手继续前捧，摆正左脚，蹬左腿，跟右部，合右手，握拳，领膝，下沉，放松。好，这是咱的第2式的右金刚倒堆，老师讲的好懂，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能够听懂老师讲的，咱们大家觉得老师讲的好的，咱在公屏上扣个好，好不好？让老师看一下。来，咱们接着再来一遍啊，接着再来一遍。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在旋腕画一个小小的弧度，转腰摆脚，右移重心左脚跟的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膝合胯，领的是左膝，合的是左胯，开的是左脚，
双手走后弧线，向前蓬，重心向右移，右膝找右脚，旋腕转腰，走下弧线，前移重心，走左手自然前蓬，摆正左脚，蹬左腿，蹬右步，合手。右脚呢，屈脚点地，握拳，领膝，下沉，放松。好，这是咱第二式的右金刚倒堆。来，我背面带大家，咱们也走一遍，好不好？右掌上托，双手旋腕，转腰，摆脚。重心右移，踩实右脚，左脚跟的内侧蹬地，领膝合胯，开步，双手走后弧线，前蓬，向右转腰，走下弧，右手呢停在右大腿斜上方。重心向左移动，左转腰，左手前蓬，摆正左脚，蹬左腿，蹬步，合手，握拳，领膝，下沉，放松，周身放松。哎，咱打完以后是不是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咱能听得明白的同学们在公屏上咱扣上明白，让老师知道大家能够听得懂老师讲课。那么咱们大家首先能够听得懂，慢慢的就能够跟得上，练到自己的身上。好，接着往下解锁咱的第三式，叫懒扎衣的动作。好，我先走一遍，大家看一下。好，这是咱的第三式的懒扎衣，没有问题。咱们先跟着老师，我们继续往下该学的学，然后待会儿呢，我从头给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来，学习第三式叫懒扎衣，左收，右送，左手走下弧线，画一个立圆，由左向右的画一个立圆。向左转腰，上穿，翻掌，掌心朝外，翻右掌，右转腰，拨开，重心向左移，双掌上托，左上右下，双手啊，其实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哎，左上右下，领膝，开步，合小臂，左转，右移，翻掌。右转腰，拉开，坐胯，下沉，右掌向右斜前方推出，保持咱的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大家要做一个自我的精标准，这个动作有没有做的正确？咱要掌握的外三合，就是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那么这个动作就做的标准了。千万不要把手打开了，大家往这一拉，我的天，拉到90度了，这个动作肩开了，所以咱要把肩合住，肘膝相对，肩胯相对，肘膝相对，手足自然就相合了。好，这是咱的第三式的懒扎衣。那么咱们在学第三式懒扎衣的时候，其实它中间有个核心的点，非常的核心，是不是？大家都有看老师怎么去画圆啊？左手、双手。对不对？怎么去画圆，对不对？其实啊，关键就在于这两个字，非常的核心的点。来，同学们，咱们可以把画圆两个字打在公屏上。要知道咱的懒扎衣的核心的动作就在于画圆两个字。鞋子的问题不是我脚的问题啊，
有很多人说老师你的鞋子呢是吧？其实啊，这个是我们不管是穿什么样的鞋子，你的五指在抓地的时候，因为它鞋底是一个比较松软的鞋底，它不是硬的，它不像板鞋一样完全的就特别硬扎在地上。你脚鞋底很软的时候，它很软的时候，你在走的时候，它的鞋底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哎，有点掀脚的感觉，有点掀开了，它是正常的。跟鞋子啊，我们在走的时候，你的鞋子软，它才会出现这样。如果你的鞋子很硬，那你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懂了吧？所以鞋子是很关键的。当有五指抓地的感觉的时候，它鞋底是软软的，所以才会你会感觉，哎，这个鞋底好像有点翻的那种感觉，鞋底软才会嘛。来。行，那你说啥？你说啥都对啊。来，走，身体的左转为收，右转送出。身体的手啊，随着咱的腰的转动而送出，看到没？腰动臂动，转腰送出。左手走下弧线，画一个立圆。看到没？左手由左向右画一圈，转腰上穿，翻掌，右转腰拉开，重心向左移动，左上右下双掌上托，领膝开步合小臂，育右先左，重心向右移动，右膝找右脚，转腰拨开，坐胯下沉，将身体回正，右掌呢向右斜前方推出，身体保持立身中正。对，咱们现在学习的是陈氏太极拳56式的套路。好，来背面我带大家，咱们也走一遍，好不好？大家背面的去跟着老师，咱们去比划也好，去跟练也好，好不好？动一下，左收，右送，左手走下弧线，画一个立圆，转腰上穿，翻掌，右转腰拨开，重心左移，双掌上托，左上右下，领膝开步合小臂，育右先左，右移翻掌，右膝找右脚，转腰拉开，坐胯下沉，右掌向右斜前方推出。好，这是咱所学的第3式的揽扎衣这个动作，拉开。好，来，咱们再来一遍啊。左收腰带手送出，左手走下弧线向上画一个立圆，转腰上穿，翻掌，右转腰，重心向左移，双掌上托，左上右下，领膝开步合小臂，育右先左，右移重心，右膝找右脚，翻掌，转腰，左手画下弧，右手怎么办？右手向腰去转，带动你右手向外去拨开，坐胯下沉，右掌呢向右斜前方推出。好，左手再拉过来，你看左手自然的掌心朝上就拉下来了，你的右手呢是通过你的腰在转，腰带背，背带肩，肩带肘，肘带腕，拉开，重心在右腿，重心在右腿点偏右。对的，今天我跟你说过，维丽姐，咱的揽扎衣打开的时候，重心是微偏右腿的，千万不能把重心啊回在咱们的双腿之间了。打开啊，重心在沉的时候是微偏右腿一点，也不要偏过了，就是不要太过明显，就形成个顶膝了，微微的偏过去一点就可以了。好，来，
咱们跟着老师，咱背面再教一遍没有问题啊。我背面再带大家，咱们再走一遍。左收，右送，左手走下弧线，向上画一个立圆，转腰上穿，翻掌，右转拉开，左移双掌上托，领膝开步合小臂，欲右先左，右移翻掌，右膝找右脚，转腰拉开，坐胯下沉，右掌向右斜前方推出。好，这是咱的第3式的懒扎衣。大家觉得老师讲的好的，觉得老师讲的细致的，大家能够听得明白的啊，咱可以给老师点点小赞，动动大家发财的小手，给老师点点小赞。然后我们大家觉得老师讲的好的，在公屏上扣上一个好字。我接着带着大家学习新的招式动作，第4式叫右6风四臂。那么咱第4式的右6风四臂中间其实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叫雕脱手。这个动作其实拍照打卡非常的漂亮。大家有没有发现老师的很多动作，都是这个动作，是不是？因为这个动作确实非常上镜，非常的出镜，拉开。所以大家想不想把这个动作练得漂亮、飘逸、潇洒？我们以后再出去景区打卡的时候，我们不再去摆尴尬的业了。咱们雕脱手，每个人拉起来，哇，直接就起范儿了。这个感觉非常的好看，所以咱们跟着老师，我们先把雕脱手，因为这个动作它会有点长，多了一个雕脱手嘛，但它是一并走的。雕脱手是一个招式动作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定式。所以呢，大家跟着老师在学的时候，把这个动作先给它学到位，我们以后再去拍照打卡，咱们就是直接摆动作了。好，跟着我一起从懒扎衣开始学。以身领手，身体的左转，指尖朝下；右转的时候向右去缠腕，翻掌向上。重心向左移动的时候，左膝找左脚接手。好，感谢俊平啊，点了1000多个赞，谢谢你，辛苦了，谢谢。重心向右移动的时候，翻掌，对，转腰。待会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其实孤影说的是对的。左移重心的时候走一个下弧线，好，走下弧线的时候有下就有上，下来了以后如何让它更好的上去呢？把身体先回正，臀部向下去做，好，双手轻轻的向上去飘，氢气球一样的向上去飘。那么这个同学啊，孤影说的像拽别人胳膊一样，其实啊，大致咱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拿的一个动作。左手去拿对方的手腕，看到没？向上。那么右手呢？很明显了，向上去托肘的，所以它是一个拿的一个动作，向上去托。所以咱们在走的时候，把这个动作走向上，这个动作是不是就起范拉开了？然后接着往下，左开，右合，右膝找右脚相合，抱球在胸口，右转腰的时候。根部带过来，好，双掌向斜下方，推掌按掌推出，按在哪呢？按在咱的与腰胯齐平就可以，腰胯齐平的这个位置就可以。那么咱们在按的过程中，如何把肩膀整个手臂做到放松呢？咱把注意力放在手上就可以了，双掌向下去按，水中浮球的感觉。好，沉坐放松。好，这个感觉就到位了啊，非常到位。所以咱们在走的时候，今天我也给咱同学有说的，大家在检查作业的过程中，我发现有问题，我都会给大家也讲到，让大家咱们在练习学习的过程中，咱规避一下易错点。所以把我们的左脚的虚脚点地，记住点在哪呢？点在于你右脚的脚心处。这个方位，你打开以后把脚合过来，在这儿你不能点过来以后跟你的脚掌一个方向的，你往下一坐，是不是你就定不住了这个感觉？因为咱要做的是往后去做，所以你要掌握一个前后的一个支撑平衡感。所以你把你的左脚虚脚点地，对准的是右脚的脚心处，打开，
与肩同宽。好，沉按，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你才能稳稳的坐在那儿啊，稳当当的往下一沉，帮坐这儿了，这种感觉能够站得稳，平衡感很强。来，跟着老师咱们再来一遍啊，打开。身体走左转，指尖朝下，两个指尖都朝下。右转的时候向右先去缠腕，翻掌，掌心朝上。重心向左移动的时候，左膝找左脚一定要缓慢接手。再转腰，好，重心到位，向左转，向上去领。重心向右移的时候，腰不动，只是移重心，翻掌，身体还在左斜前方45度角。好，转腰，拉开。好，腰转到右斜前方45度角，重心向左移动，双手走下弧，将身体先回啊，你会发现，将你的身体回过来的时候，你的臀部自然向后去坐了。所以咱找先回好，屁股向下去坐，双手呢轻轻的向上托掌，手向上去领，肩膀沉肩。肘自然的向下去垂，领的是手，沉的是肩，坠的是肘。左开，是想跟你学四是吧？没有问题啊，咱们后期也会教大家的。转腰带步过来，双掌向斜下方按掌推出，臀部一定向后去做，五指呢轻轻的抓地。因为你的五指，咱是不是讲究一句话，太极拳中所说的脚下生根，脚下如果没根的话，你是站不住的。所以咱要五指轻轻抓地，才能够找到脚下生根的感觉。好，老师再多一句话啊，大家刚进来的新同学，咱们觉得老师讲的好的，咱愿意跟老师学习的，咱直接左上角给老师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咱认可老师讲的，这个老师讲的我能够听得明白，能够听得懂的，那么咱们大家在左上角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每天2场直播，早上的9点半，晚上的